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这个频道呢，可以带大家深入的来认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那夏天的时候，当地的居民他们都做什么事呢？在耶路撒冷，因为我们不靠海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海边的选项，对不对？所以家长就会带他们的孩子去游泳池。但是呢，其实耶路撒冷有一个免费的地方可以玩水，那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耶路撒冷，号称耶路撒冷的海边，所以来带大家看这个叫做 Teddy Park 的地方。那 Teddy Park 的位置呢就在大卫塔这边，就是下来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眼前的满满的这些人呢，就是在号称耶路撒冷海滩玩的孩子们。看起来要找到一个空位可以停婴儿推车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不知道在你们住的国家有没有这么热闹的场景，挤得满满的人潮都在玩这个免费的喷水池。那也真的是因为耶路撒冷免费的可以玩水的地方应该说没有啦，所以这个小小的快乐呢就变成阖家欢乐的一个共享的地方。请问睡醒的小朋友，你想要玩水吗 ？Hello， 他在看怎么这么多小孩？这里是哪里？那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包头巾的就是比较保守的犹太人，然后真的是阖家欢乐，奶奶也一起，跟孙女一起。大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，耶！大家都很开心，爸爸们玩得也很开心。我在外面拍啊！哇，舅舅！哇，舅舅！来，我们来抢这个，不要啊！哇！我要来问妈妈，觉得在以色列长大的小孩，就0到6岁9的年纪的这种小孩，他们的童年跟在亚洲，就是可能是比较竞争的环境，像台湾、新加坡、中国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啊，不单单是0到6岁，我觉得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养子女的这个重点上面，他们比较于着重在怎么生存，怎么生活。因为生存对于这个国家来讲是重于一切，你如果没有生存，你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生活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看重的是你这个人的一个多方面的能力，而不是你有几国的语言，你有多少才艺，你有多少知识，你学了多少学问。考试分数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虚的，而是你在不一样的环境，面对不一样的困难，那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那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现在过得更好？然后让你有那个能力一直撑到你被解救了，环境被改变了，一直撑到你还活着，就好像他们会向世界宣告以色列还活着。我觉得说这是他们的宗旨，他们对家庭教育、孩子教育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读到什么学历不重要，学了多少东西不重要，会背多少语言不重要。你在成长过程里面，你可能有机会你就学，你有兴趣你就学，你这个环境符合，那你就学。那如果不行，那你就发挥你自己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也保护不了你一辈子，那你就要想办法好好撑下去，活下去，然后为以色列坚持下去。那你觉得他们的童年有比较快乐吗？我觉得他们的童年是不太保护的，不太保护。对，就是他不太在乎说你吃了营不营养，你穿的衣服干不干净，然后你的手脏不脏，然后你的那个尿布换了怎么样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活着就好。对啊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在都长得很好啊。反正我觉得说这边是属于散养跟放养的一种教育方式啦。
比较不是精英培养，对，然后也不会刻意的去造就什么样的人才，除非他是个才啦。是天生的。对，他如果是天生有兴趣，我觉得他会栽培啦。如果不会，我觉得他们也顺其自然。所以就是因为环境需要他们活下来，所以对他们就必须成长，必须突破。对，然后必须适应环境，必须想办法解决，所以会觉得说他们的问题很多，点子很多，有时候也比较难搞，所以也很难去模仿、复制他们的这种环境，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生存压力，没有在那样子的困境里面，对，就没有办法想象出要怎么样子去突破。全世界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有亡国2000年的一个痛苦的记忆，在全世界飘来飘去，而且好像没有哪一个民族说他反对某一个民族会得到很大的响应，可是好像只要反对以色列、反对犹太人，只要有人提出来，他在媒体上面，在很多的政党里面，很容易就被响应。所以他们的一种生存的危机感，我觉得说是在基因里面就已经刻进去了，所以他们不能够依赖看得见的东西，他们必须把能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就是实力比较重要，不是分数。对，然后怎么活下去，想办法的那种求生意志跟这个什么潜力，我觉得是大过我们没有经过战争跟这种流亡的痛苦的民族来讲，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2000年来的亡国之痛。那你觉得这个小孩啊，在这里长大，他会变成什么样的小孩？我觉得看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成长，他后来他交到的什么样的朋友，在什么样的族群里面互动，这都会给他产生不一样的价值观。这还很难讲，看不出来。但是他很喜欢观察别人家在干嘛，只要别人在干嘛，他的兴趣就会很大。对。那所以呢，以色列教育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并没有很刻意的去塑造一个天才，而是说他们的环境、大环境就是，因为民族要生存下去，必须要面对这样子的困境，所以他们必须成长，必须突破现状。那我觉得啦，就是以这一次我们坐在这个免费的耶路撒冷海滩旁边，我觉得就可以看到说，虽然他们没有拥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他们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就找到乐趣，去享受他现有的资源，然后就玩得很有创意啊，游泳圈啊什么的也都带来了，明明就是在海滩才会用的那种海滩巾啊，也都带来了。我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比较难去复制的，因为它就是没有，所以他必须想办法。那我觉得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就比较难去复制，因为你已经是在一个有的状态，你要怎么样子去想象，如果我没有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？应该没有人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嘛。你一定是在没有的情况下，你才会去开发你的潜力，然后去突破现状，然后去达到一个新的境界。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就算他是世俗的犹太人，但是他们在教育里面都还是会读到圣经，小学教育里面还是会有圣经课啦。那所以透过圣经，他们就会知道什么事情是真的，什么事情是虚的。那像妈妈刚才讲的那些比较虚的啊，像是名次、分数或者是几国语言，这些他们就不会去在意，因为这些是虚的，不是实的。实的是你真正能够就是活在这世界上，你能够为你自己去争取什么，你要用什么样子的那种EQ， 就是沟通能力，然后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，反应能力，机智啊，然后去谈判的能力，这些对他们来讲才是实的。还有在这里也看不到什么名牌的东西，名牌包啊，名牌的衣服。当然有些人他们自己喜欢，所以他们可能会用，但是普遍来讲，他们这里是没有什么 fashion， 也没有说好像追求名牌。基本上你看宗教犹太人，他们一天到晚都穿一样的衣服，所以整个以色列其实他们都是追求你自己喜欢就好，舒适就好，他们不会在乎说你穿的这一件衣服值$1000，值$2000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这样子的。好啦，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。好，大家拜拜。